曼城和皇马和阿森纳和拜仁的欧冠首回合即将开战，那么究竟鹿死谁手呢？谁又会闯入欧冠四强？我们来进行一个欧冠前瞻啊！这一次呢，咱就不做战术推演了，直接讲一讲我认为双方球队的胜负手吧。因为欧冠，特别是进入八强之后呢，它更多的是战略层面上的事情。它跟其他联赛和杯赛的区别就在于，它并不是一场比赛定胜负，而是2回合制。这样的规则之下啊，有些时候后发制人往往颇具奇效。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很多欧冠比赛老油条能笑到最后。现在较于以往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规则改变，就是客场进球的取消。在有客场进球优势的时候呢，往往你先主后客占些优势，因为在主场的形势可以让你在客场从容布置战术。比如说我在主场守一个0-0，那么我客场我如果先抢开就进一个球，那你可能就一个就顶2个用，直接就终结比赛了。但是现在呢，这个规则被取消，那么先客后主就相对舒适。如果在客场不丢球或者少丢球，回到主场你也不用担心客场进球入淘汰，那么在战术层面上你反而更容易清晰应对。反而先打主场的球队呢，你要立主啊，在首回合赢球，而且赢一个心里还觉得这个不够沉稳，会有这个急功近利的心理，容易出现问题。高手过招，招招致命。这个优势呢，你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本轮皇马、阿森纳啊，它都是先主后客。那么先来说皇马曼城，皇马在伯纳乌是必须要赢球的，因为曼城的主场伊里哈德已经很久没输过了。虽然皇马这个球队敢为天下先，但是从战略上来说，如果伯纳乌不赢球，那么晋级的概率就会进一步的降低。那么去年也是被曼城在主场伊里哈德淘汰，所以首回合皇马必定会在进攻上下些文章。那么曼城这个球队最怕什么？他怕1对1，特别是你2个边路啊，现在沃克打不了，曼城的后防线极为的缺少速度。如果你能够把曼城的阵型调出来，把他的后防线放到中线或者说是中线跟禁军线之间，抢断后利用维尼修斯和罗德里格的单兵能力，就像奥彭达打进曼城内力进球一样，那么皇马是一定有希望得分取胜的。这场球贝林厄姆要做的就是架接前场，拿球推进，把1对1交给2个边路。那么对曼城来说，不一定要赢，但是呢，尽可能不输啊。所以呢，延缓比赛节奏，尽量保证球路运转，然后呢，使劲给皇马催眠。如果可能的话，曼城应该给哈兰德更多的空间，让他发动反击，他呢，也许会发挥亮眼。曼城也没有必要压得这么靠上。这场比赛的胜负手就在于皇马的2个边路能不能爆掉曼城的2个边后卫。至于中场，毫无疑问是最顶级的对抗。皇马能否在伯纳乌收获一场胜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阿森纳主场面对拜仁，拜仁慕尼黑一直以来有一个欧冠之王的称号啊，就是来伦敦的比赛是特别幽默。上次2回合打了阿森纳10-2，但是时光流逝，此时此刻的拜仁正是近些年最虚弱的时候，而阿森纳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说白了啊，最理想的报仇时机，能不能把这个伦敦之王的称号抢回来，对于阿森纳毕其功啊就予以意义。今年真是好机会。那么你从双方赛前的状态来看的话，谁胜谁负还真不一定。现在你拜仁球迷心里也没底，也不觉得打阿森纳就一定能赢。阿森纳球迷呢，则是因为拜仁一直以来在欧冠这个彪悍的战绩啊，他也不敢说我打你一定能赢啊。所以说现在2个队吧，你看似嘴上叫得欢啊，球迷呢都不愿意对吧，口下留情，但是其实啊心里都发虚啊。那么这2个队呢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阿森纳跟皇马一样，一定要在主场有收获。我觉得阿森纳再自信的球迷也不会认为我把这个比赛的大决战放在安联，自己的球队能有很大概率晋级。带着1球以上的优势，你去到客场，阿森纳都不够稳，更别说你主场不拿分了。所以首回合就算是阿森纳的生死战。现在你看双方阵容啊，其实阿森纳并不差，后防线萨利巴只要他不紧张，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萨利巴打欧冠啊，就颇为紧张。锋线拜仁不发疯呢，其实拜仁要略好一些，但是最关键的中场，拜仁确实不如阿森纳。我建议拜仁还是把基米希调回打后腰，不然确实太空了，没有出球。至于阿方呢，如果还是懒懒散散啊，建议直接拿下。反之，则你还得指望他，因为阿方索戴维斯在某些层面上他是可以弥补拜仁中场的这个问题的。那么这场球的胜负手在于这个中场。阿森纳如果能把拜仁的中场撕碎啊，彻底的压制你，用自己的优势面确立起这个球队的胜势，加上一定的运气，还是有希望在伦敦拿下拜仁慕尼黑的。当然了，拜仁有着丰富的欧冠作战经验，如果你跟他打消耗战，那么他肯定比你更能把握住机会，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稳准很快是阿森纳取胜的关键所在。